我起初以为这个网站是一个医药行业的这种网站，是绿色的这种状态，没想到它确实是日本本土比较头部的 VPS 厂商，有点很奇怪的一种配色。这一家厂商呢叫樱花，所以今天的话跟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一家厂商的机器。他家注册是比较麻烦的，需要日本真实公民信息才能进行注册。之前有个小伙伴在搞代购，给我了一台机器让我体验一下。待会儿如果大家想用的话，可以我把这个小伙伴的电报发给大家，大家可以去联系他，体验一下，去玩一下。这边有 Linux 小机，还有 Windows 的 server。这家的反正界面就是比较这种清凉的，是冷淡风的这种设计思路，而且他家确实有他家特点的地方。待会儿我会到后台跟大家继续来聊。而且樱花它用的是双向 IIG 线路 ，IIG 线路的话就跟软银差不多，一个注重民用移动领域一个注重企业安全相关的网络质量。那 IGG 呢，它就是更偏向于企业级的。我们大概看一下我这边总结的一些思路，他家是有原生 IP 的，所以自己呢有一点私心，也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小日子的VPS。 那他家的页面呢就是全日文，大家可以用在线浏览器的翻译功能去翻译。 OK， 首先大家应该来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页面，然后它分了两个，一个是会员 ID 登录，一个是 VPS 的方式登录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会员的话就是我们理解的普通账号，用真实的日本身份来注册的账号就被称之为会员 ID 的这个账号。这边呢就是你小机登录的时候用的一个账号这块的公网 IPv4 地址呢就是你的用户名，在下面呢就是你登录的这个密码。这两个信息呢都是，如果你真的想体验的话，都是电报群那个小伙伴提供。这边是实例，右侧呢就是你的 IPv4 和 IPv6 的地址，一核心512M 的内存， SSD 是25G 的，内存有点小，你可以拿硬盘来凑开一个虚拟内存都是问题不大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点呢是东京2区，我们现在开的类型是 VPS 虚拟服务器。这边呢你就可以点击跳转到详情页面。这块呢是最基础的操作，开机、关机、强制关机、强制重启。这块呢 VNC 它都有，串流控制台它也是支持的。这个操作系统重装，你就可以进行一个重装系统。你可以用它官方提供的标准的镜像，无斑图Debian它都是有的。看来日本本土的话，对 Debian 应该也是比较上进的，可以自己从官网去下载，或者你自己可以上传自己的镜像来进行重装。它这边呢可以支持这么多系统，那就比较多了，它都是从官方网站去下载。你可以用这个随机生成的密码，也可以用自己设置的这个密码，并且你可以把这个密码下载下来。初始用户名不是root， 是你系统这个名称，你要用 sudo 进入到 root 的账户。它现在只开放22，你可以选择网站，它这边可以帮你开放80和443端口，你当然可以开放自己的端口 TCP 还是 UDP， 你可以设置一个端口号，比方说8848，你点击全部允许，那就这个端口你可能日常要对外的，那你就可以这样的去操作，重新安装就可以了。再调整的话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只开放了 SSH 和80和443 2095我有用。点旁边这些呢，它给你说权限不足，它必须要用公民身份信息注册的那个账户会员 ID 才能登录，就是你的主号。我们现在用的就都是 IP 的这种小号，所以我们的权限是受限的。我是系统缺失一些组件我直接滴掉的，因为用它原始的那个系统感觉有点问题。我是用这个安装一个 wget， 我们去下载大神的一键滴滴脚本，你可以滴滴成无斑图、Debian 或者 LPAN 都可以。我是重装 LPAN 的，这个 CUIL 你可以去装一下，然后你就可以运行科技 LAN 的这个一键脚本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1核 512G 的100兆带宽的不限流量关键是不限流量的这个机器。待会儿我告诉大家它的一个网络体验怎么样卖个关子，其实我已经知道了。
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樱花这家公司的英文，他家应该是主运营商，所以这边就直接显示他公司的名称了。这块呢是 CPU、内存、硬盘的占用情况，其实是东京的一个郊区，就反正属于东京这个区域附近的。它512内存其实是跑不了这个单核多核性能的，但是我加了一些虚拟内存，它是可以跑的，是638，属于我们中等水平的 CPU。硬盘呢是相对较差的，这块呢是解锁状态，这块也是解锁状态。全球的一个网速测试啊，基本上都是能跑满带宽的，延迟是真的挺稳的。公司机构这种层面上的云服务器会用到这家比较多一点。所以他家呢主打稳定和安全，当然日本本土呢像亚马逊啊、谷歌呀这些都在，所以这些才是真正的巨型厂商啊。像樱花属于他们日本本土算不错的，但是对于超大规模的全球公司来讲呢，还是弟弟。这边是国内的状态。这个是三网的情况，在我本地测试电信的话是70、80这个样子。这个是在线 pin 啊，是翠绿色，并不是深绿色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其实是从东京这边出来，基本上都是直连上海去的北京。这个是电信啊，上海电信就直接到上海了，深圳电信也都是直接到广东，联通是直接到上海到北京，上海联通呢就直接到上海了。深圳联通也是先到上海再到深圳，移动的话是东京直接到北京，东京直接到上海，东京到香港到广州。教育网是先到上海，这个难得到上海的是走的联通，去北京再到西安再到成都。我们看一下价格，价格是69人民币一个月啊，它是按季收费的，所以是3个69。我先讲一下它的机器的一个体验。首先我这边的移动啊体验不是特别好，带宽不是特别大，没有达到100兆，但电信是真的稳。延迟上来讲大家都差不多，延迟上来讲都是80、90这样的，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标准的。但是在体验上整体电信好很多，联通因为我没有环境，所以不太清楚。那所以樱花的话会更专注，你包括搜索日本 VPS 的话，应该是比较头部的一个存在。好，这就是我大概体验下来的一个感觉。总体来讲呢，这一台机器小型的任务啊这些问题都不大，包括三网连接性都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但是带宽的差别电信还是更有优势。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联通4837啊，它也是有的，所以联通的体验应该也不会比移动差。但是移动是带宽是真的上不去，就包括你从服务器上拉取一些文件、拉取一些东西，都会能体现出来这种感觉。当然我这边的移动这么拉，不代表你们那边的移动是这样哈。电报群的小伙伴的一个 ID，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他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日本本土企业樱花 VPS 的一个上手体验，只代表主观的和一些客观数据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